2022年3月，在多伦多房地产市场最高点的时候，我做了2期视频，分别是 Vlog 53和 Vlog 54，预言裸泳房要开始退潮了，也就是价格非常虚高的房子。为此呢，我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在这里呢再次送给大家。圆的自由落体，贵的高台跳水。算了，屏幕里大家说唱的挺好，不要再唱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 Vlog 54的开头听一下我当时唱的那首歌。1年多过去了，我预言的跌得快的裸泳房跟市场的平均行情比，有明显跑输吗？那些听了 Norman 劝说卖掉裸泳房的朋友们赚到了吗？大家好，我是 Norman。2022年2月是多伦多房地产市场迄今为止的最高峰，那是一个比较疯狂的时间点，房子拿出来基本上立刻就卖掉了，买房子的人呢也都下的是 firm offer， 不带条件。市场疯狂的背后是很不幸，很多人买在了高点上，之后一直在高峰上站岗。其实我自己也有2套房子买在了2022年1月和2月，说多了都是泪啊。我买在高点的房子咋样了？视频后面会告诉大家。即使从2022年2月之后，整体房市一直在往下走，这个往下走呢，也是分走下山坡、滚下山坡和跳崖的区别的。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曾经预言的大冤种们如今到底怎么样了。先来看一下整体的房屋价格变动。2022年2月，房屋均价是 133.5 万，其中独立屋 179.7 万，公寓80万。2023年11月，房屋均价是 108.2 万，跌幅为 19%， 独立屋的价格是 140.4 万，跌幅为 21.9%， 公寓 71.1 万，跌幅为 11.1%。 如果您是我频道的长期观众，肯定听我念叨了无数次22年和23年这2年买 condo 好过买 house 的重要性。您猜怎么着？从高点到现在， house 比 condo 多跌了1倍，这个差距确实是非常明显的。我当时视频里提到过7种我最不看好的物业类型，它们的表现分别如何呢？今天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有一点遗憾的是，我列举的例子都是22年当时有成交的案例，但是来到23年年末，成交数量锐减。我当年举例的很多房子，同楼或者同区域最近完全没有成交，我只好选择和22年2月类似的房子里当年和现在都有成交案例的来做一个比较。第一类裸泳房，楼王楼，单价尺均价特别贵的房子，这里主要指的是 condo。 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是488 University Avenue 的 Unit 2615，这是一套不带车位的1+1单位，649尺，96万8的价格除以649尺，得到每尺1491块钱。很遗憾，这个楼9月之后都没再有成交了。我给大家选了另一个知名的多伦多 downtown 的楼王 One Bloor East 做个参照。2022年2月5203这个一室的单位卖了 90.8 万，535尺，大约是1697一尺。2023年12月，同样的户型5303这个一室多了一个 locker， 却只卖了 74.6 万。如果减掉 locker 的5000块钱， 74.1 万除以535尺，价格来到了1385块钱一尺。1385除以1697等于 81.6%， 跌幅来到了 18.4%。 这个跌幅显然是明显多于 condo 的平均跌幅的。虽然比 condo 的平均跌幅大，但是因为是 condo 这个类别，22年到23年 condo 的表现确实是好于市场平均值的。同时 One Bloor East 这个房子所在的区域相对比较核心，不算偏远，它只占了尺均价高1个 buff， 所以整体跌幅还是没有达到市场的平均跌幅 19%， 更没有达到 house 的跌幅 22%。 事实证明，听 Norman 的话，在过去2年持有 condo 是跑赢了持有 house 的。第二类裸泳房，土豪房，通常情况下总价明显高于这个区对应的平均价格的房子，未来上涨的潜力呢就会比较有限。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这个区最贵的房子的预算，大概率是不会买这个区的。人们通常会去更豪华一个级别的区域去买房子。很遗憾，我之前视频里举到的例子，周围最近呢也没有类似的房子成交。我找了另外一个同属于这样的比整个区域贵很多的房子的案例，在 Oakville。438 Maple Avenue 是22年1月底卖掉的一个半新房，当年卖了425万。虽然 Oakville 靠湖的房子确实都挺贵的，不得不说整个区域的房子大部分均价还是在200万出头这个级别的。438 Maple 确实属于整个社区偏贵的房子。
23年11月末，我找到相隔一条街的另外一套房子，428 Allen Street。这两套房子在装修等级、房屋面积和地皮大小这几个数值上都是非常接近的。428 Allen Street 只卖了 253.75 万，比较这两套房子，跌幅是超过了 40%， 这个差距不可谓不巨大呀。希望438 Maple 的买家在下一个10年之内可以解套。第三类裸泳房，比较远的房子，怎么描述呢？这边还是把当年的视频放给大家。先坐飞机到昆明，再坐1天的长途车到蒙自，再换车到平边，再坐1天的拖拉机，1天的牛车就到我们家了。地铁转火车转公交才能到家的大房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现实中计算一个房子具体是不是远呢？看看你摇人玩剧本杀或者狼人杀，朋友们愿不愿意来，多久能凑齐人就知道了。22年我也给大家找了这样一个案例，是一个东桂林的房子，5 Dr. Pearson Court， 卖在了330万。我当时按重建成本给大家算了这套房子的核心价值是多少，大家不放心也可以去之前的视频查看一下，我肯定没有乱讲。我当时算出来，重建的成本按350块钱一尺乘以5000尺计算，往大里算呢就是175万。土地多少钱呢？估算这个位置差不多25到50万，不能再多了。毕竟大开发商手里的地都是一下子拿了几百个 lot。我们再次按顶格计算50万，这套房子的核心价值在225万，不能再多了。您猜怎么着？2年之后，2条街之外同一批建出来的3车库新房3 Mary Wilson Court正好跌到了我当年猜测的核心内在价值附近。23年10月，这套房子卖在了228万。果然，房价跌到成本附近再往下跌是有比较明显的阻力的。相信买3 Mary Wilson Court 的买家还是买在了比较安全的点位。我们拿228万除以330万等于 69%， 5 Dr. Pearson 的买家跌了 31% 之多。不容易啊，100万没得了。第四类裸泳房，天残地缺老破小。有毛病的房子一般在买家有选择的时候都会被挑下去，就像现在啊，买家会尽可能躲着走，毕竟有的选嘛。但是22年的2月，当时的市场没有的选，什么房子都能夸夸的很快被卖掉。2022年2月，有很多户型不好的，靠着高速高压线的，物业管理费贵的老的公寓也顺利卖到了很高的价格。尤其是管理费贵的房子，卖起来折价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当年的这段时间，基本没打折就都卖掉了。同样，我22年视频中举的例子，同楼最近完全没有类似的成交案例，我于是也找了另外一组房子本身有毛病的案例分享给大家。熟悉北约克的朋友应该知道，在 Young Finch 的北边有一条贯穿东西的高压输电线，靠着高压线的房子通常都是不太好卖的。但是22年初的市场，猪都能飞起来，啥都能卖掉。我当时呢也劝房子有一些毛病的朋友，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把自己天残地缺的房子拿出来卖掉。62 Carney Road 正对着 Young Finch 这条高压线，纯属于高压线景观房。这个房子举头3尺有神明，举头10尺就有高压线。22年3月卖了205万的天价。时间一晃来到了2023年11月，有一个地皮更大，距离高压线更远的房子，47 Altamont Road 只卖了 120.5 万。这是个遗产房，你可以说它确实卖少了一点，不过也因为它是遗产房，有必须卖掉的特性，其实算是真实的反映了高压线房子在现在市场中比较合理的售价。120.5 万除以205万等于 58.8%， 跌幅来到了 41.2%。 第五类裸泳房，网红楼、小红书围观楼。这些楼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由于买他们的人在2022年2月附近给出了哗众取宠般的出价，导致大家各种网上围观。其实就是有一些人脑子一热买贵了，提前预支了几年后的价格。这样的房子通常未来会慢慢的体现在价格涨的速度慢过周围的楼上面，最终把这个价格拉回市场的平均值。当时我用到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万锦的600多尺的公寓卖到了 94.8 万，让我又一次见识到了宇宙中心在曹县，多伦多中心在万锦的真理啊！同楼最新成交的1+1 Unit 333少了一个洗手间，只卖了 64.9 万，面积和管理费其实是跟当时的 Unit 差不多的。我人为的加一个洗手间上去，算这个 Unit 卖了70万吧，70除以 94.8 等于 73.8%， 跌幅来到了 26.2%。作为 condo， 26% 的跌幅是远超过了平均房价，也超过了 house 同期的跌幅的。第六类裸泳房，
价格匪夷所思的楼花。22年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天价的楼花盘。开发商之所以把楼花价格卖到了离谱的程度，是因为在那个时间，开发商算上了当时的低利率、相对高的建筑成本和市场不确定的因素，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安全和利润空间，所以才这么定价。但是这么定价，买家如果买了呢，真的就是给多伦多创造 GDP， 让开发商带走了利润。对于这种房子，真的是没买就赚到了。Concord Sky 在2022年2月就卖到了2000块钱一尺。我当时就感觉朋友圈推这个项目的经纪人要在赚钱和良心中做一个艰难的抉择。现在 Concord Sky 周围比较贵的新楼能卖多少钱呢？比如旁边不远处11 Wellesley Street West， 也就是卖到了1200一尺。我找到的这个案例 Unit 2908，大致扣除车位加 locker 算它7.3万，剩下了90万。按90万的价格除以738尺，得到了1220块钱每尺。1220除以2000就是61%，也就是周围的新的现房的价格只是 Concord Sky 的6折多一点。Concord Sky 和众多卖在了1800块钱以上一尺的 Downtown 天价楼花盘，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都将成为 Downtown condo 价格上涨的标杆和天塌下来顶着的汉子。这些楼破发只是迟早的事，更可怕的是，买了这些天价楼花盘的朋友，在交房的时候评估价格可能只有购买价的60%到70%。交房的时候面对着这么大的价差，相信已经付进去的20%首付可以说是打了水漂的，还要再补20%的首付，然后对着剩下的评估价格出20%到35%的真实首付，才能贷到款把这个房子交接下来。相信这一批天价楼花盘到交房的时候，会有一大批人拿出来卖 assignment， 那时将是另一场血雨腥风啊！有另一个楼花盘更狠，在 Waterloo TEK Condo 25年交房。你看这种卧室没窗户，一条大走廊的奇葩户型，22年2月卖到了1200一尺。TEK 周围的新的现房现在卖多少钱呢？比如这个1000多尺的超大两室1 Victoria Street Unit 1806，带2个车位只要61.2万，扣除车位和 locker 的价值，几乎只卖在了500多块钱一尺，跟 TEK Condo 比，降价是超过了50%的。我相信 TEK Condo 交房必然是妥妥的破发楼，首付赔没了都是轻的，可能有一批人贷不到款，直接选择逃离加拿大。我再次立帖为证，如果 TEK 交房的时候价格没有破发，我直播倒立洗头。看了这么多裸泳房的悲惨经历，想想我2022年1月、2月买了2套房子，虽然很不幸买在了不太好的时间点，但是因为我严格遵循了自己定的规则，保持谨慎保守的买房子的逻辑，买了当时表现明显跑赢市场的物业类型 condo， 也买在了很核心的位置。我觉得他们的整体跌幅是在 10% 以内的，是远小于市场的平均跌幅 19%， 也小于 condo 的跌幅 11.2% 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永远猜对买房子或者买其他资产的最佳时间点，从而实现每一次都可以做到战略胜利。但是我们每一次投资决策都可以是深思熟虑的，起码买到当时市场里最优质的资产，不能保证一定能赚钱，也起码要努力做到跑赢市场的平均水平，实现战术胜利。投资是不可能永远赚钱的，即使强如巴菲特也无法做到每年的投资都是盈利的。但是巴菲特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投资之神，是因为他绝大部分年份都跑赢了市场水平。在这里我真诚的祝愿屏幕前的你22年听了我的建议，躲过了这些跳水潜力巨大的裸泳房，投资房地产的收益跑赢了市场平均水平。无论市场如何变动，我对自己的要求永远都是言行一致，不能忽悠大家。所以我自己怎么想的，每一次都会诚实的告诉大家，我自己觉得什么样的房子好可以买，也都会真的去投资这样的物业类型，自己实践自己的想法，用脚投票。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也好奇我2023年今年做了哪些房地产投资呢？不要着急，下期视频给大家揭晓，敬请期待，不要走开。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